脖子，而陆伟还想将张悦的军，因为他不知道张悦的爷爷和爸爸是谁，他势必要为自己的勇敢付出代价。要捅，往这儿捅，来啊！来啊！我操！张悦这一刀是奔着陆伟的脖子去的，出手就想要他的命。陆伟本能的躲了一下，这才扎中他的左脸。他清楚这一刀的力度有多大，要是不躲，非被扎死不可。于是拦住冲上来的小弟，放了一句狠话。然而成名并非好事，最先被盯上的就是小季。前来寻仇的正是刚放出来的二胡，对着小季的肚子连捅了好几刀。小季以为自己死定了，可躺了一会儿又觉得死不了，他怕二虎再回来，于是挣扎着跑到了赵红斌的家。小季，红斌，费氏一脚就踹开了二虎家的大门，可等着他们的却是3把枪。都他妈别动！谁动老子一拳打死谁！二虎把6人挨个揍了一遍，见他们不服气，又让手下的兄弟砍了他们。赵红斌他们每人都挨了几刀，但砍人不比捅人，只能马上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，这个仇不能过夜。这二位爷的胆量根本就不在张悦之下，而且比张悦多了一丝隐忍。他们静静地躲在二虎家的门外，等二虎出来后，费氏用刀抵住了他的脖子。接下来的过程比较残忍，费氏挑了二虎的手筋和脚筋，还用刀柄砸了几下。后来二虎的手筋接上了，可脚却变成了跛脚，外号也由二虎变成了二瘸子。费氏和李斯报仇后没有回家，而是直接登上了南下的火车，在见到他们的时候你总会找上门的。这天大家在广场放风筝，张悦笨手笨脚拉着风筝跑了半天也没放起来，还不小心撞到一个人。他撞的人正是张浩然，手里拿着一把刀，对着张悦的大腿就捅了一刀。张悦没有忍耐的习惯，推拳就打倒了张浩然，随后拔出腿上的刀，对着张浩然的肚子连捅几刀，最后一刀扎在他的心脏上。这就是流氓和亡命徒的区别，张浩然手上有刀，却只敢捅张悦的大腿，而张悦只想要当火2号头目，而当时的1号头目就是李老棍子。他是全市名头最响的流氓，也是最有钱的一个，每天在全市最豪华的几家饭店吃饭，吃完了就去嫖，手下有几十个小兄弟，主营业务是盗墓，兼职倒卖文物。他最近也收了一块玉，听说和小季那块恰好是一对，单卖最多值4万，但合在一起最少20万，于是琢磨着要把小季那块抢过来。李老棍子来的时候，小季正准备关门回家，由于李老棍子是前辈，所以小季表现得非常恭敬。李老棍子开门见山要买小季那块玉，开出的价钱是5000块，但5000块远低于市场价，小季当然不能干。李老棍子瞬间变了脸色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啊，我一共带来了2份钱，都是嘎嘎新的大团结。姓季是从小吓大的，我看你是个前辈，我尊重你，叫你一声李哥。你他妈别太拿自己当回事儿。你知道你兄弟张浩然是咋死的不？操，个小逼崽子，你姓季的挺牛逼呀！操！李老棍子使的是飞刀，结结实实扎中了小季的肚子。小季捂着肚子跌跌撞撞跑上马路，被一个老头没有敢招惹他们的人，所以从不放过任何能装逼的机会，于是买了花篮，带着2个小兄弟来到病房，亲切地问候小季。小季兄弟，你好啊！哎 ，Flower， 你是？鄙人姓黄，你叫我黄老哥就行了。给小季陪床的是赵红斌和李四，他们都不认识黄老邪，还以为是小季的朋友，可小季同样不认识他。黄老邪只能说出李老棍子的名字，还把玉的价钱提到了8000块。小季不想多说废话，转过头不再搭理黄老邪。赵红斌看了黄老邪一眼，说玉在我手里，咱们出去谈，不要打扰小季休息。黄老邪跟着他们出了病房，说话那叫一个嚣张。你黄老哥名气可不是吹出来啊，这脾气是出了名的坏。赵红斌乐了，他就是想找个借口狠狠揍黄老邪一顿，给小季出口气。短短几秒钟，2个小弟都躺在了地上，而黄老邪伸手去摸腰间的软件，被李四一拳就放倒了。
二人一脚接一脚踹在他的面门上，黄老邪只能抱头闷哼，毫无还手之力。赵红兵实在看他不顺眼，下脚那叫一个狠，又揪着他的头发往医院外面拖。刚拖到大厅，三姐就过来了。由于天气比较热，三姐穿着裙子，好色的黄老邪偷瞄三姐的裙底，结果又被赵红兵狠踹了几脚。我是城西。星期后，黄老邪和老五来到了红兵旅社，但黄老邪忌惮赵红兵，压根儿就没敢进去。孙大伟在院子里嘚瑟的唱歌，结果被一棍子闷倒在地。小北京听到动静想出去看看，却被老五用枪指住了脑袋。老五瞪了一双无知的眼睛，竟有了莫名的傲娇，他以为用枪指住小北京的脑袋，小北京就能任他摆布。可小北京是从枪林弹雨中活下来的，根本就不惧怕他手里的那把沙喷子。给我捅他！我这我操！操你个大爷！操你妈！操！哎，是，别动，别动！你们都他妈给我听好了，让我他妈数到3，就他妈开始杀人！看你们几个小王八蛋有几个不怕死的！1、2，别动！他妈给我记着，走，走，别等着！孙大伟醒来的时候，小北京的意识这一次群殴是全市规模最大、参战人员最多的一次，而且武器先进，沙喷子、5连发、猎枪应有尽有。决战的地点在一座铁桥上，赵红兵一伙先落位，李老棍子团伙随后赶来，虎视眈眈地盯着对方，眼睛都快喷出了火。这是在挑衅，也是在给自己打气。见气氛烘托的差不多，李老棍子先开了口：“喊！有警察，别跑！”所有人四散而逃，而警车里也没下来人。这场架虽然没能打起来，但在黑道却流传很广，并不是因为人越多越等人到了，双方很快混战在一起。分开战场的是费四和土豆，费四手里拿着沙喷子，土豆手里拿着猎枪，双方距离只有2米。动一下试试，你们他妈动一下试试！赵红兵认识费四多年，知道他肯定会开枪，电光火石之间拉了他一下，2支枪先后打响。土豆被沙喷子击中脖子和脸部，而赵红兵被击中肩膀，又有人上前捅了他一刀。弟兄们，给我砍！给我砍！也是赵红兵命不该绝，命悬一线之际，刘海柱杀到了，上来就给了李老棍子一刀。三扁瓜手里掐着5连发，这玩意儿可比猎枪威力大多了，李老棍子的人没一个敢动的。刘海柱担心赵红兵的伤势，不想再打下去。全一把给我滚犊子！在上医院的路上，出租车里一直放着血染的风采，小北京一边哭一边唱，鼻涕眼泪都流了出来。他或许在想，可能又有一个战友要离开自己了。而在赵红兵的印象中，这是小北京第一次流泪。可惜今天我的血不再为战友而流。二虎，哎，妈呀！哎呀，快跑！快跑！哥，哎呀，快！哎呀，我操！哎呀，我操！众人胆战心惊的过了1个星期，没有警察来抓小北京，看来二虎起家伙就帮他们干仗。三扁瓜还冒着风险把枪借给了他们，如今三扁瓜被打成这样，小北京再不出手的话，也枉被人尊称一声森爷了。小北京把摩托车停在清源路门口，但并没有熄火，因为他知道进饭店以后可能有危险，逃跑的话更方便一些。他假装陈卫东的老熟人，让服务员把他叫出来。找我兄弟？陈老板对，我是。啊，你不认记我啦？哎呀，陈老板你好健忘啊！你仔细的看一看我，
你忘了那年咱们在一起谈生意，还在海浪花一起踢伴呢？海浪花？哎呀，再看得仔细一点。操！还没等陈卫东明白咋回事，就已经被小北京打倒在地了。原来小北京听说赵山河会武术，以为陈卫东也会个三拳两脚，所以才玩了个心眼。小北京起身准备离开，可赵山河已经堵住了门口。单挑还是群殴？单挑。我操你妈呀，傻逼！那赵山河找到毛琴舒缓心情。毛琴是个相当有故事的女人，她睡过的男人超过3位数，堪称夜夜当新娘，以骄奢淫逸为荣，以没有男人为耻，是个能看透男人心事的小妖精。她最爱的男人就是赵山河，平时和他以姐弟相称。听说他要干刘海柱，虽然知道刘海柱不好惹，但还是决定帮他找点人。可见毛琴对赵山河是真爱，否则也不会为了他取了出来。妹子，按理说黄老邪这样的男人很难让女人提起兴致，但不排除毛琴的口味很重很独到，也可能是他太想为赵山河报仇了。总之二人搞到了一起。黄老邪打架不行，但是装逼很行，越南无数的毛琴看走了眼。一番云雨过后，黄老邪爱上了这个小妖精，甚至连刘海柱都不怕了，答应他为赵山河报仇。为了给自己壮胆，黄老邪又找来了土豆。土豆被毁容后更加乖张暴力，他本想和赵山河一起上，但黄老邪却拉住了他。刘海柱是10年前的单挑之王，而赵山河是现在的单挑之王。单挑还是群殴？哎呀，单挑！刘海柱虽然没有系统的学过武术，但生平经历恶战无数，实战经验他人难以匹敌。而赵山河每日勤练武艺，单挑极少失手，虽然经验稍逊，但胜在身强体壮。打架最消耗体力，常人打上2分钟就会体力透支，再无力气继续打下去。而刘海柱和赵山河足足打了7、8分钟，直到双方站都站不稳，赵山河的小弟才把他扶走，而刘海柱也无力地瘫倒在地。但他的内心并不凄凉，因为他还有朋友，有赵红兵、小北京这样肝胆相照的生死兄弟。黄老邪躲在远处目睹了这场大战，看得心惊肉跳，目瞪口呆。等路都走不稳的赵山河走到他面前，他才缓过神来，让土豆把赵山河送去医院。而他自己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没做，没错，那就是今天他还没有装逼。像他这样视装逼为生命的人，在今天这样的大场面不装装就走，他对得起谁呀？更何况这还是大名鼎鼎的刘海柱。如果不装一下，就如同世界杯决赛射失必进球，他对不起自己，更对不起那个被他炉火纯青装逼技巧俘虏的毛琴。但他万万没想到，他装了一辈子，就属这一次的教训最为惨痛。华鼠狼啊，你现在还敢过来跟我俩装逼？你真鸡巴有魄力！哎，别光说。你倒动啊，动也一根手指头哎！我操！黄老邪有胃助症，生平最怕的人就是刘海柱。本来刚才看到刘海柱受伤，已经不怎么怕了，可刘海柱又如猛虎一般发了威，黄老邪已经忘了如何还手，只知道玩命的逃跑，而刘海柱就在后面玩命的追，一切如几年前昨日重现。据现场观战的人说，刘海柱追了黄老邪足足2公里，砍了29刀，衣服都被砍成了破布条子。可黄老邪居然自己去了医院，抗击打能力可见一斑。当天下午，三扁瓜就知道了刘海柱因为他的事而挂彩，于是拿着5连发去了红滨旅社找小北京借摩托车。他嘴里说着是要去给刘海柱买药，实际上是要找赵山河报仇。三扁瓜跟着刘海柱混了多年，对刘海柱有着极深的感情。他虽然好色又爱酒后闹事儿，但也是一条能豁得出去的汉子。这件事因他而起，所以这个仇非报不可。三扁瓜端着5连发走进清源路，陈卫东和赵山河都没在，可土豆却在这里。他是过来拿黄老邪的医药费。俩人对视一眼，第一时间认出了对方，都想起饭店的那场血战，毫不犹豫地掏出了枪。
两人相距只有1米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对方。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条汉子，是敢开枪的纯爷们儿，但虎逼这个词儿明显更适合他们。2支枪只打响了1支，土豆死了。三扁瓜呆了片刻，随后抽屉里翻出一把枪刺。他本来很少使用武器，但这一次他想要杀人了。出门之前，赵红兵仔细看了一眼赵部长，发现本是铁骨铮铮、壮年汉子形象的爸爸，其实早已经老了。在去往医院的路上，赵红兵走得很慢，他的心完全乱了，已经不知道自己究竟想的是高欢还是刘海柱，或许他想的也是自己。他本是一名光荣的退伍军人，却在无意间成了全市闻名的大混子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可不管如何，这一仗必须要打。李老棍子在给黄老邪陪床，悠闲地享受着小兄弟的按摩。这时有人敲门，本以为是刘海柱，可进来的却是赵红兵。我操！啊！我，你干嘛？你还敢来？干了！孙大伟趁机提议，8人不如结拜兄弟。正是感情汹涌的其余7人全部同意，当场跪地拜了把子。其中赵红兵年龄最大，小鸡第2，张悦第3，费氏第4，孙大伟第5，李武第6，小北京第7，李四第8。在结拜的这一刻，谁也不会想到，全市有史以来名气最响亮的黑社会团伙诞生了。他们没有谁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哥，但那之后发生了很多事儿，赵红兵才成为这个团伙的领袖。因为他沉着稳重，思路清晰，而且很少主动生事儿，兄弟们都愿意听他的话。不久后的一天，刚刚拜了把子的8人相约逛集市，赵红兵又看到了高欢。孙大伟在追的女孩和高欢是同学，所以他上前打了招呼。赵红兵在一旁看得心动，但很快被张悦拉走，迎面就踩到一个人的脚。赵红兵是个有礼貌的人，马上就道了歉，但那小子见他老实，嘴里就不干净了。这下可惹怒了小北京，一口金片子骂了回去。打的老梁，够他妈我敲的吗？哎，不是，你看长这操样，告诉给他们你道歉都是给你家脸，知道吗？骂2句还上脸了，脸还绿了，是虎胆破了吧？啊，赶紧他妈逼上医院吧，别跟这一会儿你丫的疼我。那小子被骂急眼了，挥拳想打小北京，却被小北京一把就推倒了。旁边的胖子站了出来，看上去气焰十分嚣张，问众人知不知道自己是谁。傻逼猪八戒吧，这长得造型。胖子掏出了刀，对着小北京就捅了过去。最生猛的一幕出现了，费氏直接用手握住了刀，然后一脚踹翻胖子，双方很快混战在一起。胖子叫做二胡，在东郊称霸多年，每次来市区都是20多个人，没想到这一次却吃了瘪，被8个人追着打。虽然赵红兵他们也有人受伤，但在闹市打跑这群流氓，无疑狠狠露了次脸。孙大伟胆子最小，打架的时候基本躲在后面，但却伤得最重，被兄弟们送到医院包扎。老天注定他们和二虎还有一战。缴费的时候，赵红兵又遇到了同样来包扎的二虎等人。这一次双方都没有废话，上去直接开干。李武是第一个冲上去的，也是第一个被打倒的，再也没有机会站起来。赵红兵凭借出色的身手挡在最前面，挨了不少拳脚，还好身体素质好，没被打倒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暖水壶砸在地上，溅出的开水烫到不少人，战场瞬间被分割。暖壶是小北京砸的，而费氏拿着一根输液的架子推得虎虎生风，众人趁机退出医院，而二虎等人被随后赶来的警察全部抓捕。陆伟这个人虽然长得很凶，但说话却很平缓，让赵红兵交出刚刚骂他的人。赵红兵依然很沉稳，在气势上完全不输陆伟。一旁的陆伟小弟按捺不住，站出来骂了赵红兵，这下可惹怒了张悦。就你他妈是陆伟啊？刚才我骂的，怎么了？你他妈再说一遍！张悦掏出刀抵住陆伟的脖子，而陆伟还想将张悦的军，因为他不知道张悦的爷爷和爸爸是谁，他势必要为自己的勇敢付出代价。要捅，往这儿捅，来啊，来啊！
我操！张悦这一刀是奔着陆伟的脖子去的，出手就想要他的命。陆伟本能的躲了一下，这才扎中他的左脸。他清楚这一刀的力度有多大，要是不躲，非被扎死不可。于是拦住冲上来的小弟，放了一句狠话：后天下午4点整，老子在后山挖好了坑等你们。李阳是高欢的闺蜜，两人形影不离。她递给张悦一张手绢，替他扎去手上的血。或许从这一刻，张悦就喜欢上了李阳。第2届群殴总结会如期在赵宏斌家召开，大家都知道这一场架非打不可，就算对方是陆稳又能如何？收拾他嘛，别人怕，我们可不怕。大炮摆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他妈都没吃过肉，他们算狗屁啊！唯独孙大伟有些犯怂，建议和陆伟和谈。有啥好谈的？大伙分头准备家伙去。第2天中午，赵宏斌等人先上了山，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武器，有砍刀，有管叉。孙大伟还搞来了一把沙喷子，可山上却没有人，更没有陆伟说的坑。兄弟7人就那么干等着，起初大家都很紧张，张悦额头还冒出了汗，但随着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情绪由紧张变成了不耐烦。就这样一直等到了黄昏，一个小孩才上了山。你谁啊？我陆伟邻居。陆伟呢？反正来不了了。陆伟让我把这个给你。纸条上就写了7个字：此仇不报非君子。大家都知道陆伟这是怂了，他被张悦那一刀吓破了胆。从这以后，陆伟一伙很少在市区露面，有人认怂就有人崛起。赵宏斌他们专打成名已久的老流氓，很快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知名度。然而成名并非好事，最先被盯上的就是小季。前来寻仇的正是刚放出来的二胡，对着小季的肚子连捅了好几刀。小季以为自己死定了，可躺了一会儿又觉得死不了，他怕二虎再回来，于是挣扎着跑到了赵宏斌的家。小季，宏斌。赵宏斌和孙大伟连忙把小季送去医院，又叫来其他兄弟，在医院开了第3届群殴总结会。和以往的遭遇战不同，这一次是要复仇，需要主动出击。由孙大伟打听二虎的家在哪儿，其他兄弟准备家伙，他们要抄了二虎的家。他咋弄小季的，我咋弄死他。晚上9点左右，兄弟6人齐奔东郊，费事一脚就踹开了二虎家的大门，可等着他们的却是3把枪。都他妈别动！谁动老子一拳打死谁！二虎把6人挨个揍了一遍，见他们不服气，又让手下的兄弟砍了他们。赵宏斌他们每人都挨了几刀，但砍人不比捅人，只能伤人却不能杀人，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震慑。这是赵宏斌他们的第1次败仗，上门抄家，自己却被对方灭了，肉体上的疼痛远不如精神上的挫败更让他们难过。灭掉铁路帮时的豪气全被打消。但赵宏斌还算稳得住，制止了张悦当晚还想复仇的念想。他让张悦留下陪李武，自己和孙大伟留下陪小季，让费四和李四回家休息，明天再过来陪床。费四出了病房并没有走，而是在等着李四。他们对视一眼，马上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，这个仇不能过夜。这2位爷的胆量根本就不在张悦之下，而且比张悦多了一丝隐忍。他们静静地躲在二虎家的门外，等二虎出来后，费四用刀抵住了他的脖子。接下来的过程比较残忍，费四挑了二虎的手筋和脚筋，还用刀柄砸了几下。后来二虎的手筋接上了，可脚却变成了跛脚，外号也由二虎变成了二瘸子。费斯和李斯报仇后没有回家，而是直接登上了南下的火车。在见到他们的时候，已经是几个月之后了。不打架的时候，兄弟几人没事就来学校玩，弹弹吉他，下下象棋，生活过得很惬意。而赵宏斌和高欢也基本确定了关系。这天2人上医院接小季出院，下楼梯时看到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，高欢有些害怕，扑进了赵宏斌的怀里。赵宏斌也以为见鬼了，壮着胆子上去踢了一脚，可大白天的哪来的鬼呀？对方是个泼妇，左一句小流氓，右一句小骚货，嚷嚷着让赵宏斌带他瞧病。高欢早已羞得满脸通红，赵宏斌只能让他先走，自己留下和女人周旋。可他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那就是二虎的弟弟三虎子。三虎的是个愣头青，看到赵宏斌不仅没跑，反而先动了手，但很快就被赵宏斌撂倒，按在地上反复摩擦。
三虎子的兄弟听到动静都冲了出来，足足有10个人，他们把赵红兵团团围住，一副要灭了他的架势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暖水瓶砸在了地上，小季前来救驾了。他左等右等，等不到赵红兵，就自己跑下了楼。看到赵红兵和三虎子等人对掐，于是想起了小北京牌手榴弹，抄起暖壶就砸了过去，又从长椅上拆下一块大木板子，和赵红兵一起打了回去。医院的走廊非常狭窄，三虎子他们只能1、2个冲过来，但谁也不是赵红兵和小季的对手，仅仅2分钟就被打得抱头鼠窜，情急之下躲进了急诊室。赵红兵飞起就是一脚，直接把门踹了个窟窿，脚是拔出来了，可鞋却掉在了里面。你把鞋给我，我不打你了。我一出去，你他妈肯定还打我！三虎子被彻底打服了，哆哆嗦嗦的把门打开一条缝，扔出了赵红兵的鞋。再回到那个女人面前，他没有了之前的嚣张，反而向赵红兵赔了不是。正所谓一物降一物，流氓降泼妇，二者之间就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，杀泼永远没有动手管用。晚上的吃饭的时候，李武又带来一个好消息，三虎子被警察抓了。原来在赵红兵和小季动手之前，三虎子已经挨了顿打，打他的人是回民区的张大嘎子。两帮人以前没少打架，但三虎子显得更狠一些，张大嘎子勉强服了软，但这一次他是主场作战，仗着人多把三虎子好一顿削。打完还不解气，他又纠集了20多号人跑来医院补刀，而此时赵红兵和小季刚走不久，可怜的三虎子遭到了1天内的第3次毒打，幸好有人报了警，这才把他们全部抓进派出所。三虎子被抓，二虎还在医院躺着，赵红兵他们迎来了短暂的宁静，没事就跑去学校玩。有人下象棋，有人打扑克，而赵红兵和高欢站在窗边看星星，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，你侬我侬，好不甜蜜。高欢突然惊呼一声，赵红兵被人用砖头拍中了脑袋，当场就晕了。张月等人见状都冲了过去，和对方打成一团，可能是有女友在旁的原因，孙大伟表现得格外勇猛。这场斗殴没持续多久，校警就收到了通知，把赵红兵和小季都带回了派出所，而张月、李武和孙大伟追着人打跑出了教室，因此躲过一劫。赵红兵是侦察兵，嘴巴不是一般的严，无论如何都不说出张月等人的名字，只说自己和小季去学校玩，莫名其妙就挨了顿打。这时一个老警察走了进来，看到赵红兵明显愣了一下，他是公安局的严政委，和赵红兵的爸爸是老相识，打小就认识赵红兵，所以很快就把他和小季都给放了。小季没有赵红兵的关系，被揍了个鼻青脸肿，而高欢一直在公安局门口等着，因为这件事由他而起。打赵红兵的人叫做严春秋，是严政委的儿子，他一直暗恋高欢，看到赵红兵和高欢在一起，顿时妒火中烧，喊了几个同学想揍他一顿，没想到自己反遭了毒打。高欢一直在为赵红兵着想，希望他报复严春秋的时候能下手轻点，毕竟他的爸爸是公安局的政委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去打严春秋的。操！他都把你打成这样了，你就这么算了？我不是为他，你想想，高欢只要1天没毕业，他们俩就还是同学。我那么对他的同学不依不饶的，对高欢有什么好处？谁对我好，我就加倍的对谁好。赵红兵和高欢完美诠释了这句话。当然，赵红兵这砖头也不白挨，以后的10几年里，高欢再也没有理过严春秋，他的心永远只属于赵红兵。这天，赵红兵又组织了饭局，因为费四儿和李四儿回来了，这2位爷到处都是战友，天南地北玩了一圈，最后落脚在小北京家里，听说没有被通缉，赶紧买了车票往家里赶。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小北京，本来他是送2人上火车，结果车上人太多，上了就下不去，干脆和他们一起过来。兄弟8人又聚齐了，每天在一起喝酒，日子过得别提多潇洒了。
由于跑路的原因，费四儿和李四儿都被开除了公职，现在只能和小季一起收废品。可一个废品站难以养活3个人，小季又琢磨上了文物生意，但他又看不太准。恰好李武的叔叔是大学历史系的教授，对文物鉴定非常有一套。于是在李武的介绍下，小季拜了李武的叔叔为师。可谁也没有想到，这件事为以后的一系列血战埋下了伏笔。这天他们又在喝酒，酒过3巡，声音难免大了一些。包房里突然闯进一个人，看上去像是喝多了，嘴里不干不净的骂着：你们这些小逼崽子呀，啊，在这他妈吹什么牛？你他妈说谁小逼崽子呢？大哥，你呢？此人叫做张浩然，是市区有名的大流氓，82年严打被抓了进去，最近才放出来，靠着搭杠子搞了不少钱。我啊，张浩然。再他妈不滚，我他妈打死你！你他妈老子混社会的时候，我操你！挨了一酒瓶，张浩然的酒醒了一大半。他是老流氓，知道眼前这群年轻人不好惹，赶紧说了好话：那个，别这样哈，几个小兄弟，刚才老哥多喝了酒，咱以后还得互相照顾。谁他妈用你照顾啊？滚！得，恭喜张悦又喜提仇家一枚。经历了那么多场恶仗，终于迎来了开心的事儿。红滨旅社开业了，小北京也留在这里帮忙，兄弟2人算是有了正当生意。这个旅社本是国营旅社，赵部当找了关系，这才让赵红兵承包下来。自打开业以后，旅社的生意不是一般的好，主要因为赵红兵爱干净，他把旅社翻新了一遍，服务员训练的比军人还军人，加上他们现在的名气，也没人敢来这里偷东西。旅社的客源主要分为2类，一是过路的旅客，这块占了大头；二是本地的小混混带着女孩过来开房。赵红兵对后者极其厌恶，觉得他们有点脏，但小北京却不讨厌他们，因为这类客人住的时间短，换了床单又可以住人，所以赵红兵也没办法，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但在这段时间，赵红兵还真认识了不少小混混，他们非常崇拜赵红兵，以认识赵红兵为荣，把他称为红兵大哥。本以为日子会平静的过下去，但事情总会找上门的。这天大家在广场放风筝，张悦笨手笨脚拉着风筝跑了半天也没放起来，还不小心撞到一个人。他撞的人正是张浩然，手里拿着一把刀，对着张悦的大腿就捅了一刀。张悦没有忍耐的习惯，推拳就打倒了张浩然，随后拔出腿上的刀，对着张浩然的肚子连捅几刀，最后一刀扎在他的心脏上。这就是流氓和亡命徒的区别，张浩然手上有刀，却只敢捅张悦的大腿，而张悦只想要他的命。随后赵红兵联系了司法机关，带着张悦自了手。虽然属于正当防卫，但毕竟是在众目睽睽下杀了人，张悦还是被判了2年有期徒刑，他的命运被彻底改变。而同样被改变命运的还有赵红兵和高欢。第二天，高欢的妈妈找到高欢的班主任，如泼妇一般发泄着自己的愤怒。我把这么好的孩子交给你，你都管不住啊？他在外面谈恋爱你都不知道，你老是怎么当的啊？你这班主任管个屁用啊你！你怎么这么说话？我只管欢欢上学校的事儿，欢欢出现的事儿我管不着。我告诉你啊，如果欢欢为了这个事受到什么影响，就是你的责任，我跟你没完！高欢妈妈发泄完，痛快地拍桌走人。怒气未消的班主任把火发在了高欢的身上，用老师能说出的最恶毒的语言侮辱了他足足20分钟。有些女生真不要脸，成天和这些小流氓拉拉扯扯、勾勾搭搭、嘻嘻哈哈，早早把自己葬送给男生，也不怕肚子大了，全校人都笑话你。有的同学学习成绩好了不得了了，不把老师和学校看在眼里，是吧？你爸妈管你是你自己的事儿，管不好闺女跑到校上耍泼。现在倒好，全校都知道我们有这个货色，都说我不好，不会教育。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。高欢的妈妈不曾想到，她的发泄会伤害到高欢的心，这是一颗极其脆弱的18岁女孩的心，这颗心在滴血。高欢从小就是好孩子，自尊心极强，哪里受过这样的委屈？放学后他没有回家，而是流着眼泪写了一封信，然后让李阳送给赵红兵。红兵，
我想和你去一个地方，那是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村庄，或许不会有我们的爹娘出现在我俩的婚礼上，只有2个人的婚礼，熊熊的篝火会温暖我们幸福的脸庞。50年后，你和我都已经白发苍苍，但我们还是甜蜜地依偎在那村边的池塘。洪斌，我今天就想和你去这个地方，这个地图上找不到的村庄。看完信的赵洪斌没有丝毫犹豫，马上找到高欢。走啊！去哪？去你说的地图上找不到的村庄。短短的2-3天内，赵洪斌团伙骤然减员，张悦进去了，最能服众的赵洪斌走了，小北京每天守着旅社出不来。如果这时二虎找上门来，小季肯定要吃亏，所以他也不在废品站待着，每天和李氏几人下乡收废品。小季跟着李武叔叔学习了一段时间，看着不远处的苞米地若有所思。我看这儿就是个好阴宅啊，没准就他妈有古墓啊！哎，季，咱们试试啊！操！别扯淡，洪斌要是在，肯定不会答应。李四第一个站出来反对，但李武却动了心思。第2天就搞来一辆货车，挂出横幅“中国北方墓葬研究所第3考古队”，然后给了当地农民一些钱，带着几个小兄弟拿着铁锹就开挖。一连挖了2天，啥也没挖着。用李武的话来说，就是不能再挖了，再挖就挖出水来了。古墓没挖着，却招来了警察。最终李武因盗墓被判入狱7年。他还算讲义气，没有供出小季等人。赵洪斌走后，小北京每天都待在旅社里，都快闲出屁来了。最大的乐趣就是搬张太师椅往那儿一坐，给当地的小混混讲讲评书。可讲到关键时刻他就停了，因为他看到了赵洪斌的三姐。小北京喜欢三姐，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，就算赵洪斌也无可奈何。哎，三姐，听说你要离婚了？嘿，我这刚结婚，你就咒我离婚是吧？嘿，合着潘大庆这小子他妈在这制造谣言呢，这不害我白开心一场吗？我离婚，你开心什么呀？三姐，我就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天天坐在这旅馆门口，迎来送往是阅人无数。我觉得比高欢长得漂亮的就三姐一个。再说了，那我跟洪兵是哥们儿，我老婆绝不能比他老婆长得差。您说呢？你个小毛孩子，这洪明比我小2岁，你比他还小。我告诉你，我可不照你店家。女大三抱金砖，我奶说的。哎，对了，三姐，我找火车站门口那送虾的给他俩算过，说咱俩人特般配。哎，而且啊，贫，你再贫，再贫，我撕烂你一张嘴。你撕，来，牡丹花下死，我做鬼也风流。来，贫。小北京就是这样，每天巴巴地望着三姐来，可说不上2句话就能把她气走。旅社有个常客叫做潘大庆，是当地有名的小白脸，经常带着不同的女孩过来开房，小北京不太爱搭理他。潘大庆上楼没多久，一伙人拿着家伙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，点名要找潘大庆。小北京拦住了他们，要住店先登记，这是规矩。他妈带着我媳妇儿来你们店里开房，我今天要弄死他。你们的事儿我管不着，但直进了我这店，我就得对人家的安全负责。此人叫做三变卦，见小北京油盐不进，又提了自己的大哥。知道我大哥是谁吗？谁呀？刘海柱。不，什么柱？粗吗？三扁瓜先动的手，结果被小北京一脚撂倒，剩下的3个人也没能撑过10秒。小北京的做法很江湖，很和平饭店，从这以后真有不少小混混惹了事儿跑来避难，而小北京也真的遭得住，从没让住在这里的人挨过打。不久后，三扁瓜的大哥找上了门，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刘海柱。
大侠刘海柱。刘海柱脑袋受过伤，所以常年戴着斗笠，光着膀子，穿着一条绿色军裤，脚蹬黄胶鞋。他的职业是修自行车，最大的爱好是打抱不平。干啥呀，柱子哥？给白傻子买瓜子去！我逗傻子玩呢。人家本来就傻，你还他妈逗人家？那傻子不就是让人逗的吗？傻子不是人呐，傻子不是爹妈养的，傻子活该他妈让你逗啊！刘海柱之所以是大侠，是因为他讲道理。得知小北京打3遍瓜的原因后，他没有再说什么，而是径直离开。不久后，二人成了好朋友，但每次刘海柱邀请小北京去他家吃饭的时候，小北京总是婉言谢绝，因为据说刘海柱有个特殊的癖好。刘海柱终身未娶，但不代表他没有性欲，而且性取向颇为与众不同且标新立异。每天收摊后，他都要去菜市场，让摊贩给他割2斤猪肉，且不能带一点骨头，然后在猪肉上戳个口子。至于干什么用，你们懂的。赵红兵担心家里的情况，所以给三姐打了电话，而三姐也按照赵部长的嘱咐，说高欢妈妈得了脑血栓，让赵红兵赶紧带着高欢回家。赵红兵似乎知道三姐在撒谎，所以没有太紧张，说自己会带高欢回家，而且一定会让他参加高考。三姐又接着说，还有小季被人捅了，在医院抢救呢。赵红兵第2天就带着高欢回了家，他们先去了医院，赵部长已经等待多时了。孩子，我是红兵的父亲。你好，伯伯。好，让你受罪了，孩子。回家吧，我陪你回家。一切事情我跟你父母谈。天下的孩子，不管犯了什么错误，父母都会原谅他。啊！临走前，赵部长狠狠瞪了赵红兵一眼，也算是原谅了他。父子之间的沟通就是如此简单。来到小季的病房，孙大伟一脸愁容，看到赵红兵，眼泪都快流了下来，而小季虚弱的连话都说不出。直到这一刻，他们才意识到赵红兵的重要性。事情发生在几天前，小季下乡收废品，花5块钱收到一块玉，而这块玉至少值3万。他回来后就向同道中人炫耀，而这个圈子本身就不大，其中就有李老棍子的手下。张浩然严打时被定的罪名是流氓团伙2号头目，而当时的1号头目就是李老棍子。他是全市名头最响的流氓，也是最有钱的一个，每天在全市最豪华的几家饭店吃饭，吃完了就去嫖，手下有几10个小兄弟，主营业务是盗墓，兼职倒卖文物。他最近也收了一块玉，听说和小季那块恰好是一对，单卖最多值4万，但合在一起最少20万，于是琢磨着要把小季那块抢过来。李老棍子来的时候，小季正准备关门回家，由于李老棍子是前辈，所以小季表现得非常恭敬。李老棍子开门见山要买小季那块玉，开出的价钱是5000块，但5000块远低于市场价，小季当然不能干。李老棍子瞬间变了脸色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啊，我一共带来了2份钱，都是嘎嘎新的大团结，一份500张，一份1000张。你想要哪份？那加起来也才15000啊！跟您说实话，李哥，我这俩战友啊，转业之后就没赚着啥钱，就指望这块玉赚点钱呢。小季有些害怕李老棍子，所以口头上服了软，希望他能再加点钱，自己可以1分钱不挣，但是不能让费四和李四亏了。这下可彻底惹恼了李老棍子。不是2份，你只能选择其中的1份。李哥，这是啥意思啊？你要是选了5000这份呢，这玉我拿走，咱们以后还是朋友。那你要选了1万这份，玉我拿走，但我要扎了你，以后见你一次，我他妈还打你一次。
那我要是都不选呢？你要都不选，我就扎了你。这块玉早晚我他妈抢过来。你当我姓纪是从小吓大的？我看你是个前辈，我尊重你，叫你一声李哥。你他妈别太拿自己当回事儿。你知道你兄弟张浩然是咋死的不？操，个小逼崽子，你姓纪的挺牛逼呀！操！李老棍子使的是飞刀，结结实实扎中了小纪的肚子。小纪捂着肚子跌跌撞撞跑上马路，被一个老头送进了医院。张悦和李武入狱，小纪重伤。第4届群殴总监会只有5个人参加，其中还包括一打架就犯怂的孙大伟。但无论如何，这个仇必须要报。可还没等他们主动出击，李老棍子手下的头号战将黄老邪先找上了门。黄老邪梳着大中分，脖子上挂着金链子，长得贼眉鼠眼，走路一摇三晃，一眼就能看出此人必定是个流氓。但他最大的爱好是故作斯文，换句话说就是爱装逼，就连李老棍子都看不惯他。我操，你他妈不装逼能死啊你！大哥，李老棍子太想得到那块玉，但他扎了小纪不好露面，于是让黄老邪去找小纪谈判。黄老邪自以为全市没有敢招惹他们的人，所以从不放过任何能装逼的机会，于是买了花篮，带着2个小兄弟来到病房，亲切地问候小纪。小纪兄弟，你好啊！哎，flower，你是？鄙人姓黄，你叫我黄老哥就行了。给小纪陪床的是赵红兵和李四，他们都不认识黄老邪，还以为是小纪的朋友，可小纪同样不认识他。黄老邪只能说出李老棍子的名字，还把玉的价钱提到了8000块。小纪不想多说废话，转过头不再搭理黄老邪。赵红兵看了黄老邪一眼，说玉在我手里，咱们出去谈，不要打扰小纪休息。黄老邪跟着他们出了病房，说话那叫一个嚣张。你黄老哥名气可不是吹出来啊，这脾气是出了名的坏。赵红兵乐了，他就是想找个借口狠狠揍黄老邪一顿，给小纪出口气。短短几秒钟，2个小弟都躺在了地上，而黄老邪伸手去摸腰间的软件，被李四一拳就放倒了。2人一脚接一脚踹在他的面门上，黄老邪只能抱头闷哼，毫无还手之力。赵红兵实在看他不顺眼，下脚那叫一个狠，又揪着他的头发往医院外面拖。刚拖到大厅，三姐就过来了。由于天气比较热，三姐穿着裙子，好色的黄老邪偷瞄三姐的裙底，结果又被赵红兵狠踹了几脚。我是城西黄老邪，轻敌遭到生死劫，有朝一日伤好后，叫他满身都是血。黄老邪这个人有2大特点，一是爱装逼，二是抗击打能力强。当年招惹了大侠刘海柱，被追着砍了几10刀，依然能自己上医院。如今被2个退伍的侦察兵毒打，居然只要2个礼拜就能出院。李老棍子叫来了另一个得力干将老五，让他带着黄老邪先去砸了赵红兵的旅社，再废了他的人。赵红兵知道李老棍子的报复迟早要来，所以也在积极备战。他们现在最大的弱点就是人手不足，于是问小北京，你天天在这吹得天花乱坠的，认不认识啥社会大哥呀？小北京细琢磨了一下，他还真认识一个社会大哥，那就是大侠刘海柱。2人当天就去找了刘海柱，可刘海柱的反应把赵红兵吓了一跳。刘哥，忙着呢。哎，你这是带人找我茬来了？不，哎，你老拿个扳子说话，怎么个意思啊？我有意思怎么的？赵红兵完全懵了，他实在搞不懂小北京哪有认识还一见面就动手的。小北京赶紧拍了一通彩虹屁，要请刘海柱喝酒。提起黄老邪的名字，刘海柱马上打开了话匣子。黄鼠狼，我现在就是抓不着他，能抓住我非得再砍他一顿。上次搁那工会门口，我看着他骂一个6中的小姑娘，我追着他砍了几10刀，没砍死他。我跟你说，他命是真硬。该砍。
随后赵宏斌说了和李老棍子结仇的来龙去脉，刘海柱当即表示，你俩要是害怕可以躲我家里，我就不相信李老棍子敢来我家要人。刘哥，你误会了，咱俩今天来是来找你帮忙的，你要不愿意呢，就当咱俩是放个屁。你说啥呢你这？但是你要说躲，那是不可能的，不躲。刘海柱笑了，他还没见过敢和李老棍子硬刚的人，对赵宏斌和小北京的好感又提升了。加上他们三个都当过兵，又都是性情中人，侠义之辈，竟有些相见恨晚的意思。这一顿酒喝下来，三人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2个星期后，黄老邪和老五来到了宏斌旅社，但黄老邪忌惮赵宏斌，压根儿就没敢进去。孙大伟在院子里嘚瑟的唱歌，结果被一棍子闷倒在地。小北京听到动静想出去看看，却被老五用枪指住了脑袋。老五瞪了一双无知的眼睛，竟有的莫名的傲娇，他以为用枪指住小北京的脑袋，小北京就能任他摆布。可小北京是从枪林弹雨中活下来的，根本就不惧怕他手里的那把沙喷子。给我捅他！我这我我操！操你个大爷！操你妈！操！哎，是，别动，别动！你们都他妈给我听好了，让我他妈数到3，就他妈开始杀人！看你们几个小王八蛋有几个不怕死的！1、2，别动！他妈给我记着，走，别等着！孙大伟醒来的时候，小北京的意识已经有些模糊，他赶紧扶着他去了医院，随后又通知了赵宏斌。经过抢救，小北京脱离了危险，他伤的其实并不重，主要是因为失血过多，休息2天又精神了，每天都在后悔当时应该多捅2个，反正张月一个人也寂寞，自己就当去陪他了。等小北京伤好的差不多，赵宏斌在全市最好的酒店宴请刘海柱，准备对李老棍子宣战。在刘海柱的介绍下，大家知道了李老棍子团伙的基本信息。这个团伙以李老棍子为首，从棍子这个名字就能看出他混了多久，所以他不仅是老大，还是这个团伙的衣食父母，下面的人都比较怕他。他手下一共有3员大将，一是黄老邪，用刘海柱的话来说，他可以忽略不计；2是老五，3是土豆。这3人手下又分别有10多个小兄弟，以2劳释放人员为主，组织纪律十分严谨，而且武器非常多，枪刺、3棱刮刀就不说了，还有不少沙喷子和猎枪。加上这帮人长期和古墓打交道，老远看着阴森森的，给人的感觉老邪乎了。小北京针对这些信息做出点评，李老棍子团伙看似无懈可击，按照每人创造的利润给予分红，比如打架立功、盗墓立功等等，但正因为丰富的物质奖励，使得李老棍子手下这帮人普遍比较贪婪，他们是为了钱才跟着李老棍子，所以心不齐，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突破口。赵宏斌做了总结陈词，首先要主动给李老棍子下战书，他是老混子，最在乎的就是江湖地位，所以下战书他必将应战。其次，己方要多准备武器，能找多少枪就找多少，在气势上不能输。最后是后勤保障，打架肯定有人负伤，所以要提防李老棍子上医院补刀，己方同样要打听他们的人在哪里住院，也派人对其进行补刀。如果有兄弟失手杀人，那么由赵宏斌和小北京出钱，小季安排跑路。既然事情已经安排妥当，剩下的就该喝酒了，可这顿酒却喝出了事儿，三边瓜把潘大庆给砍了。潘大庆虽然长得挺帅，但打架极衰，可他始终认为小北京对他有恩，所以自打小北京被同意后，潘大庆就念叨着要给他报仇，厚着脸皮参加了这一次聚会。而三扁瓜对抢了女朋友一事一直耿耿于怀，酒桌上碍于刘海柱的面子没说话，上厕所时则故意激怒潘大庆，然后用刀砍了他。听到潘大庆的哀嚎，赵宏斌几人连忙下楼，可潘大庆已经毁容了。刘海柱怒不可遏，拿起刀就要砍了三扁瓜。
三边瓜你给我记住了，小申跟洪兵是我兄弟，他们的兄弟就是我的兄弟。今天我把你们他妈整一块喝酒，你们他妈就是兄弟。你知道啥他妈是兄弟吗？哥，潘大庆欠我的，我要回来了。现在我欠你的，我还你。好，你咋砍的这个小兄弟，我他妈咋给你砍回来？没脾气吧？赵红兵见状，连忙抱住了刘海柱。操你！别，赶紧捞着，别一会儿又死一个。朱德，大庆有不对的地方。赵红兵就轻声说了那么2句话，怒火中天的刘海柱还真就放下了刀。一个沉稳的人的魅力和影响力是无穷大的，一个沉稳的人能把好事变得好上加好，能把坏事变得不那么糟，这就是大哥的魅力。在和李老棍子决战前，赵红兵和小北京去了河边，这一战不仅关乎面子，还关乎生死。二人互诉衷肠，聊了心事儿。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北京居然说自己怕死了。你是不是怕死了？是，我怕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还有遗憾。什么遗憾？我还没跟三姐上过床，哪怕就一回。我操！红兵，要是我死了，你告诉三姐，我爱她。虽然赵红兵讨厌小北京，惦记他三姐，但在这一刻也有些动容。这一次群殴是全市规模最大、参战人员最多的一次，而且武器先进，沙喷子、5连发、猎枪应有尽有。决战的地点在一座铁桥上，赵红兵一伙先落位，李老棍子团伙随后赶来，虎视眈眈地盯着对方，眼睛都快喷出了火。这是在挑衅，也是在给自己打气。见气氛烘托的差不多，李老棍子先开了口：有警察，别跑！所有人四散而逃，而警车里也没下来人。这场架虽然没能打起来，但在黑道却流传很广，并不是因为人越多越打不起来的道理，而是大家都猜测一定是李老棍子报的警。赵红兵他们为了报仇主动约战李老棍子，所以不可能是他们报警。但李老棍子则不同，他眼中没什么义气，只有钱。如果和赵红兵硬刚，未必能占到便宜，搞不好还把自己搭进去，这对他来说太不值得了。可如果他不应战，江湖中人肯定会说他是个怂包，那以后就没法在社会上混了。这是他最在乎的，也是他的生财之道。所以找来警察冲散这次群殴，又不失面子，又避开了恶战，这样的行为符合他阴险的性格。而且后来可以确定的是，那天出警的是李老棍子的亲堂哥。一直到了晚上，兄弟们才回了红兵旅社，而刘海柱居然又回去修车了，他的敬业程度可见一斑。虽然架没打成，但该感谢的还是要感谢。赵红兵等人马上去了饭店订桌，也该黄老邪倒霉，他也是先来饭店点菜，还不忘调戏服务员，突然有只手搭上了他的肩膀。我操！黄老邪这辈子算是栽在了赵红兵、小北京、刘海柱这3个人手里。他成名以后所遭到的毒打全是这3个人所为，而且每个人都不止一次毒打过他。就在这时，李老棍子等人到了，双方很快混战在一起。分开战场的是费四和土豆，费四手里拿着沙喷子，土豆手里拿着猎枪，双方距离只有2米。动一下试试啊！你们他妈动一下试试！赵红兵认识费四多年，知道他肯定会开枪，电光火石之间拉了他一下，2支枪先后打响，土豆被沙喷子击中脖子和脸部，而赵红兵被击中肩膀，又有人上前捅了他一刀。弟兄们，给我砍！给我砍！
也是赵红兵命不该绝，命悬一线之际，刘海柱杀到了，上来就给了李老棍子一刀。三扁瓜手里掐着5连发，这玩意儿可比猎枪威力大多了，李老棍子的人没一个敢动的。刘海柱担心赵红兵的伤势，不想再打下去。全一把给我滚犊子！在上医院的路上，出租车里一直放着渲染的风采，小北京一边哭一边唱，鼻涕眼泪都流了出来。他或许在想，可能又有一个战友要离开自己了。而在赵红兵的印象中，这是小北京第一次流泪。可惜今天我的血不再为战友而流。自打赵红兵住院以后，小北京就担心李老棍子来医院补刀，所以借了三扁瓜的5连发，没日没夜的守在医院里，人都瘦脱相了，但气势依然不减，随时念叨着要杀了李老棍子。李四实在看不过去了，让小北京先回旅社休息。小北京了解李四的身手，有他在必定能保护赵红兵，所以安心回了旅社。他走后不久，老五就带人来了医院，他手里拿着猎枪，先是进了小季的病房。谁是季东海？季东海隔壁。由于老五受伤没参加饭店一战，所以不认识小季，小季则趁机跑下了楼。红兵，李四，你老棍子来补刀了！老五拿着猎枪到处找赵红兵，而李四早已躲在拐角等着他们，看到老五毫不犹豫就开了枪。他一共开了3枪，一枪击中小弟的大腿，一枪击中老五的屁股，一枪是用来震慑，随后便逃出了医院。枪战发生后，值班的护士报了警，警察很快来到赵红兵的病房。面对他们的询问，赵红兵只是摇头不说话，搞得警察也无法再继续问下去。就在他们极度恼火之时，一个更让他们恼火的人出现了，小北京又回来了。他回到旅社，看到高欢给赵红兵寄来的信，想着让赵红兵高兴高兴，于是忍着疲倦把信送了过来。听警察说发生了枪战，小北京知道肯定是李老棍子的人来了，但看到赵红兵没事，马上和警察斗起了闷子。火车站前红兵旅社，我们哥俩开的呀，干净卫生，物美价廉。您要有亲戚朋友没地儿住，直接送我们那儿去。而且我们旅店绝对没有聚众赌博，更没有卖淫嫖娼的。不过我可以告诉您，哪家旅馆有卖淫嫖娼。警察被搞得哭笑不得，却也无可奈何，只能悻悻离开了病房。李四这次枪战，警察没找到受害人，且无人在枪战中受伤，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赵红兵和枪战有关，所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。这次枪战过后，李老棍子手下的3员猛将都受了重伤，土豆甚至被送去了省城，他一时无法组织力量对赵红兵进行反扑，而赵红兵也在医院躺着，无力找李老棍子复仇，双方被迫休战1个月。1个月后，这个平静又被老五打破，他打破的不仅是平静，还坏了流氓的规矩。之前咱就说过，老五长着一双无知且无畏的眼睛，有着莫名的傲娇，是个标准的愣头青。黄老邪起码还装，但老五是连装都不装。他打听到是李四开枪打的他，可他又忌惮李四的枪法，于是想着找他的家人出气，所以把李四的大哥揍了一顿。老五这样的人干出坏了规矩的事儿一点也不奇怪，但他肯定会为他干的这事儿后悔，因为他不知道李四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李四是个优秀的退伍侦察兵，是最能忍耐、报复心理极强的人。为了报仇，他能忍常人所不能忍，而且心思缜密，做事儿极少有漏洞。自己的大哥因为自己遭到毒打，又有几个人能承受老五的行为踩过了李四的底线？这次李四谁也没找，他认为自己就能解决这件事儿，而且他要亲手为大哥报仇。李四在路边摆了几张台球桌，手下有几个小兄弟都嚷嚷着要帮他报仇，但李四都拒绝了，只让他们查出老五的行踪。足足等了1个星期才有小兄弟回报，这段时间老五一直躲在招待所和一个暗娼混在一起。李四还是没有贸然行动，而是躲在招待所外，直到看到老五落单，这才一砖头拍倒了他，随后敲掉了他的9颗牙，切断了10根手指。从这以后，老五很少参加社会上的斗殴，也渐渐脱离了李老棍子团伙。李四或许救了他的命，否则以他的性格再混下去，结局很可能是横尸街头。
敲了老五的牙，李四的名气更大了，成了这个团伙仅次于赵宏斌的人物。日后人们在提起他们的时候，说的不再是赵宏斌他们，而是赵宏斌、李四他们。当老五走进病房的时候，黄老邪还在赏花，只是表情略微惆怅。直到老五哽咽着喊出他的名字，兄弟二人相顾无言，此时无声胜有声。李老棍子和赵宏斌之间的恶战持续了半年，虽然双方都有人重伤，但明显是李老棍子一方输了。他是老混子，是全市黑道一哥，可如今手下的兄弟全被打进了医院。他终于知道赵宏斌这帮人确实不好对付，而且也没必要再和他们打下去，赚钱才是王道，所以主动认了怂，决定派人和赵宏斌谈判。李老棍子决定派黄老邪出马，黄老邪都快被吓死了。李老棍子赶紧给他戴上一顶高帽。咱们这些人里属你有文化，你不去谁去？也是，这文化倒是有那么一点点。行，那我就赵子龙闯曹营，单枪匹马跟他们干一场。我操，这时候了还装逼呢！听说李老棍子要和谈，赵宏斌求之不得。这半年来提心吊胆的日子实在是过够了，而且该报的仇也报了。对于这次和谈，赵宏斌有2个条件：首先是双方都受了伤，所以绝不赔偿对方的医药费；其次，整件事是由李老棍子而起，他必须向小季道歉。在选举谈判代表的时候，所有人齐刷刷看向了孙大伟。大伟，啃黄瓜那个，大伟，论能说，咱们这里边那肯定是你了。我说说还可以，但是要论能说，那申爷呀，那家伙，那真是一流的。承让。孙大伟其实最爱干这样的事儿，就是假装谦让一下，代表着胜利一方谈判，起一个爽字了得。孙大伟和黄老邪的谈判约在了羊肉馆，2个装逼犯的碰撞犹如火星撞地球，激情四溢。喝点啥呀？就来76年的茅台吧。啊，没有，这个可以有啊。这真没有。谢兄啊，要不我们来点原厂没勾兑过的原浆咋样？好啊，懂酒之人呐！谢兄，夸奖夸奖。哎，只是不知要喝多少才能醉呀。黄老邪先装为敬，听了这话，孙大伟马上装了回去，说了一个典故：小马过河。老邪啊，我说的这些话，你明白没啊？孙兄的意思是说，我喝多少酒才能醉，不能听别人说，自己喝了就知道了。黄老邪步入正题，说李老棍子之所以放下身段谈和，主要是为了交个朋友，然后开启了2桩，回敬一个典故：乌鸦和水。邪兄的意思是，我们就好比那乌鸦，那朋友就好比那石头。朋友一多了，我们自然就喝着水了。孙大伟想起赵宏斌的嘱咐，一定要让李老棍子给小鸡道歉，端起酒杯又说了一个典故：小山羊找朋友。谢兄，我这话你明白了？不太明白。我们要吃的是草，可你们他妈却给我们吃的是虫子、鱼、不啊。那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简单，让他们李老棍子给小季赔个不是。我们既然都是朋友了，这赔个不是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吧？黄老邪可不敢替李老棍子做主，但孙大伟作为胜利一方，气势那是相当足，一点也不惯着黄老邪。邪兄，你觉得这事儿不大好，不赔不是也就算了。此话怎讲？
那就继续打。说出了这句话，孙大为已经赢了9成。见黄老邪还在犹豫，孙大为又说了第3个典故：小猫钓鱼。既然你们呢做的是古董生意，就踏踏实实的做你们的古董生意，别他妈整天的掺和打架那点事儿，知道吗？孙大伟赢了，赢得轻而易举；黄老邪败了，败得一塌涂地。走在昏黄的路灯下，孙大伟内心泛起一阵凄凉与孤寂。高手的内心总是寂寞的，独孤求败中的寂寥，又有几人能懂？人生自古谁无死，一片孤城万仞山。古来圣贤多寂寞，一行白鹭上青天。在2人谈判后不久，李老棍子去了小季的废品站，向着小季赔了不是。为了这一句道歉，双方付出了9人重伤的代价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这件事终于解决了，大家又可以安心做生意了。鸿宾旅社的生意很好，小北京打算把1楼改为饭店。费氏开了录像厅，孙大伟有租书室，而李四找赵鸿宾借了些钱，开了一个台球厅。然而台球厅还没开多久，一个仇家就找上了门。还认识我不？二瘸子，金接好了，还行吧。啊，知道今天我来干啥来了？找茬闹事儿呗。你看，二哥是来找你要点医药费。其实二虎要钱名正言顺，他在床上躺了小半年，三虎的也挨了毒打，但他们遵守江湖规矩，没有报案，只不过他要的太多了。二瘸子，你说多少钱？5万。5万，少一个子都不行。李四没有当场答应，他需要和赵鸿宾商量。兄弟几人齐聚台球厅，感叹着这架是打不完了。赵鸿宾认为这钱其实该给，但二虎要的实在太多，而且他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钱，主要是看李四现在有了名气，想要挫挫他的威风，于是做出了这样的决定。四二，你找人约二虎他们明天晚上就在这儿。我明天就去三品花家拿枪。赵鸿宾是爱面子的人，不会屈服于二虎这样的无赖，可之后发生的事儿让他后悔莫及。没有等到第二天，二虎当天就带着一车人来到了台球厅，手里拿着各式农具，不愧是东郊的土流氓。台球厅里只有李四、费四、孙大伟和李四的一个小兄弟，他们想跑却被堵在了门口，想拼命又没有任何武器，很快就全被打倒在地。二虎对此并不满足，他还要报跛脚之仇，于是挑了费四的脚筋，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台球厅。看着血泊中的费四和李四，孙大伟的眼泪又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1个小时后，赵鸿宾和小北京来到了医院，看着哭泣的费四、李四家人，赵鸿宾和小北京的心里全是愧疚。如果当年不是他们在集市和二虎发生矛盾，费四和李四根本不会和二虎结仇，更不会丢了公职。如果不是他们坚持不给二虎医药费，要和二虎火拼，那么二虎也不会重伤2人。想起李四在医院冒死开了3枪保护自己，赵鸿宾的心都要碎了。静静地站了一会儿，赵鸿宾先出了病房，小北京马上跟了出去。他知道赵鸿宾要做什么。兄弟2人先去找了3扁瓜，目的是拿那把5连发，随后又马不停蹄地去了二虎家。赵鸿宾在门口观察一番，发现没有动静，便进了院子，而房间里同样一个人都没有。就在2人准备离开时，二虎的爸爸突然回来了。刑侦队的，上我们家来干啥？你说干啥呀？你不养2个好儿子吗？你看什么玩意儿看呢？明儿让你儿子上市局去报个到去。走了，还有任务呢啊！二虎爸爸知道自己儿子是啥玩意儿，所以并没有起疑心。赵鸿宾和小北京并没有走，而是躲在二虎家门口，一等就等到了半夜。二虎，哎呀！快跑！快跑！哥，哎呀，快！哎呀，我操！哎呀，我操！
众人胆战心惊的过了1个星期，没有警察来抓小北京，看来二虎还是没有报案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托人找到刘海柱，希望刘海柱能帮忙说说情，他们认怂了。赵红兵知道这一次算是把二虎彻底打服了，反正现在仇也报了，干脆收下二虎的3万块钱，顺道还能卖刘海柱一个面子。3人重伤本是一个悲剧，却活生生被他们搞成了喜剧。李四、小季还有孙大伟在医院里找到了人生的另一半。孙大伟和小季找的是护士，而李四找的是费氏的亲妹妹。或许他们都应该感谢二虎才对。等他们出院之后，忽然发现自己已经成了江湖中人人敬仰的人物，因为和二虎这一战又极大增加了他们的名声。大家都知道，这帮人个个都是敢开枪的主。要是生活能永远这样安逸，那该多好。可这样的平静又被三扁瓜打破了。三扁瓜虽然是刘海柱的兄弟，但他却没过刘海柱那样的苦行僧生活。喝酒后看见小姐必须要撩吃一下，可这一次他惹错了人。我是谁啊？我叫陈卫东啊。陈卫东是个老流氓，严打前和李老棍子、刘海柱等人齐名。此人又矮又瘦，看上去非常猥琐。他专攻色情业，开了一个饭店，叫做清源路。明面是饭店，但背地里却是妓院，甚至还有一句顺口溜：要想家庭不和睦，请到城北清源路。装完逼的三扁瓜大摇大摆的走了，陈卫东则让人去找自己的表弟赵山河。赵山河曾在少林寺学武，学到的拳法叫做太极梅花螳螂拳，打架之前总要问一句单挑还是群殴。当天下午，赵山河就找到三扁瓜，根本没给他还手的机会。挨了打的三扁瓜想找刘海柱给自己报仇，可刘海柱已经喝多了，叫都叫不醒，唯独小北京还算清醒。虽然小北京之前和三扁瓜打过架，但由于刘海柱的关系，现在他们处的也不错。听说三扁瓜挨了打，小北京马上拿起头盔要为三扁瓜出头，这也是小北京唯一一次替赵红兵以外的人打架，主要是因为他有一颗感恩的心。和李老棍子打架时，刘海柱和三扁瓜等人二话不说，抄起家伙就帮他们干仗。三扁瓜还冒着风险把枪借给了他们。如今三扁瓜被打成这样，小北京再不出手的话，也枉被人尊称一声森爷了。小北京把摩托车停在清源路门口，但并没有熄火，因为他知道进饭店以后可能有危险，逃跑的话更方便一些。他假装陈卫东的老熟人，让服务员把他叫出来。找我兄弟。陈老板。对，我是。啊，你不认识我啦？哎呀，陈老板你好健忘啊！你仔细的看一看我。你忘了那年咱们在一起谈生意，还在海浪花一起吃饭呢。海浪花？哎呀，再看的仔细一点。还没等陈卫东明白咋回事，就已经被小北京打倒在地了。原来小北京听说赵山河会武术，以为陈卫东也会个3拳2脚，所以才玩了个心眼。小北京起身准备离开，可赵山河已经堵住了门口。单挑还是群殴？单挑。我操你妈呀，傻逼！赵山河非常不服气，你要是单挑赢了还好，玩偷袭算怎么回事？于是问陈卫东是谁踢了自己，这个仇一定要报。可陈卫东也不认识小北京，只能说可能是刘海柱的兄弟，还劝赵山河不要招惹刘海柱。兄弟，刘海柱混社会那会儿你还小，他以前那些事儿你是不知道啊。他如果真那么牛逼，他至于修自行车吗？啊，我就不相信我赵山河打不过他。是，要打架你指定没问题啊，可很多事不是能打就行的。据我所知，他现在跟赵红兵那伙走得也挺近。赵红兵怎么？没怎么的，可人家干趴下了二虎子，又跟李老棍子干了那么几仗，愣是没吃啥亏，人家现在名气可大了。他就是个鸡巴。那你到底想怎么着？废了刘海柱。废完呢？废完就完了，还怎么着啊？你说完了就完了啊？人刘海柱那么10多年是白混的，人家自个儿兄弟就不少，再像赵红兵那伙，那可是个个拿着大杆枪就该朝你轰了住，你知道吗？
你让他朝我这儿轰试试！哎呦我操，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？行行行，你爱咋地咋地，想干啥干啥。郁闷的赵山河找到毛琴舒缓心情。毛琴是个相当有故事的女人，她睡过的男人超过3位数，堪称夜夜当新娘，以骄奢淫逸为荣，以没有男人为耻，是个能看透男人心事的小妖精。她最爱的男人就是赵山河，平时和他以姐弟相称。听说他要干刘海柱，虽然知道刘海柱不好惹，但还是决定帮他找点人。可见毛琴对赵山河是真爱，否则也不会为了他去和不感兴趣的男人睡觉。毛琴找的人是李老棍子，可李老棍子现在只想搞钱，而且打内心怕了赵宏斌等人，所以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毛琴。就在毛琴不知所措之时，黄老邪站了出来。妹子，按理说黄老邪这样的男人很难让女人提起兴致，但不排除毛琴的口味很重很独到，也可能是他太想为赵山河报仇了。总之二人搞到了一起。黄老邪打架不行，但是装逼很行，越南无数的毛琴看走了眼。一番云雨过后，黄老邪爱上了这个小妖精，甚至连刘海柱都不怕了，答应他为赵山河报仇。为了给自己壮胆，黄老邪又找来了土豆。土豆被毁容后更加乖张暴力，他本想和赵山河一起上，但黄老邪却拉住了他。刘海柱是10年前的单挑之王，而赵山河是现在的单挑之王。单挑还是群哎呀，单挑！刘海柱虽然没有系统的学过武术，但生平经历恶战无数，实战经验他人难以匹敌。而赵山河每日勤练武艺，单挑极少失手，虽然经验稍逊，但胜在身强体壮。打架最消耗体力，常人打上2分钟就会体力透支，再无力气继续打下去。而刘海柱和赵山河足足打了7、8分钟，直到双方站都站不稳，赵山河的小弟才把他扶走，而刘海柱也无力地瘫倒在地。但他的内心并不凄凉，因为他还有朋友，有赵宏斌、小北京这样肝胆相照的生死兄弟。黄老邪躲在远处目睹了这场大战，看得心惊肉跳，目瞪口呆。等路都走不稳的赵山河走到他面前，他才缓过神来，让土豆把赵山河送去医院。而他自己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没做，没错，那就是今天他还没有装逼。像他这样视装逼为生命的人，在今天这样的大场面不装装就走，他对得起谁呀？更何况这还是大名鼎鼎的刘海柱。如果不装一下，就如同世界杯决赛射失必进球，他对不起自己，更对不起那个被他炉火纯青装逼技巧俘虏的毛琴。但他万万没想到，他装了一辈子，就属这一次的教训最为惨痛。花鼠狼啊，你现在还敢过来跟我俩装逼？你真鸡巴有魄力！哎，别光说。你倒是动啊，动也一根手指头哎！我操你妈！操！黄老邪有备注症，生平最怕的人就是刘海柱。本来刚才看到刘海柱受伤已经不怎么怕了，可刘海柱又如猛虎一般发了威，黄老邪已经忘了如何还手，只知道玩命的逃跑，而刘海柱就在后面玩命的追，一切如几年前昨日重现。据现场观战的人说，刘海柱追了黄老邪足足2公里，砍了29刀，衣服都被砍成了破布条子。可黄老邪居然自己去了医院，抗击打能力可见一斑。当天下午，三扁瓜就知道了刘海柱因为他的事而挂彩，于是拿着5连发去了鸿宾旅社找小北京借摩托车。他嘴里说着是要去给刘海柱买药，实际上是要找赵山河报仇。三扁瓜跟着刘海柱混了多年，对刘海柱有着极深的感情。他虽然好色又爱酒后闹事儿，但也是一条能豁得出去的汉子。这件事因他而起，所以这个仇非报不可。三扁瓜端着5连发走进清源路，陈卫东和赵山河都没在，可土豆却在这里。他是过来拿黄老邪的医药费。俩人对视一眼，第一时间认出了对方，都想起饭店的那场血战，毫不犹豫地掏出了枪。两人相距只有1米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对方。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条汉子，是敢开枪的纯爷们儿，但虎逼这个词儿明显更适合他们。2支枪只打响了1支，土豆死了。三扁瓜呆了片刻，随后逃出了清源路，甚至连摩托车都没有骑。
扔在清源路的摩托车成了第一线索，由于是登记在赵红兵名下，警察很快过来问话。而当赵红兵转过头时，看到了高欢的妈妈。高欢妈妈早已知道赵红兵的一些劣迹，而这一次他又和杀人案有关，所以逼得赵红兵和高欢分手。赵红兵心乱如麻，他放不下高欢，但又不得不同情眼前这个他的挚爱的母亲，最终只能答应会和高欢分手。不知呆坐了多久，赵红兵终于拨通了电话。高欢，咱们俩以后不要再联系了。红兵，电话挂断之后，赵红兵伏在前台，柔肠寸断。刘海柱算得上是爱岗敬业的典范，自己的伤还没好利索，又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他居然还在出摊儿。迎来的第一个客人就是李老棍子。李老棍子实在坐不住了，他手下的3名得力干将，现在一个隐退，一个重伤，一个死亡。如果他再不出手，那么江湖中就不再有他的地位，生财之路也会就此断掉。他别无选择，只能赌上自己在江湖中的威望，和刘海柱拼死一战。李老棍子和刘海柱认识10多年，期间有过不少恩怨，但现在基本和解。上次因为赵红兵被刘海柱砍了一刀，李老棍子也没找他算账，但这一次土豆被3扁瓜干死，李老棍子必须要个说法。我看你这小摊儿这生意还不错，手头有2钱吧？哎，再加上你那些兄弟们，你们凑个5万块钱给土豆他妈送去，这可是规矩。李老棍子说的是真心话，按理说刘海柱也该拿些钱，但5万块钱实在太多，要知道这可是80年代，而且李老棍子的语气充满了威胁，这让刘海柱非常不满。就鸡巴不给能咋的？那你就准备给土豆偿命吧。我操！棍子啊，你这个牛逼吹的真鸡巴响当当，我命就搁这放着。讲话了，我看看咱俩到底谁鸡巴整死谁。李老棍子走后不久，赵红兵又找了过来，很想看看刘海柱的伤势，却听说李老棍子过来讹钱，于是问刘海柱李老棍子在哪个病房。刘海柱也没多想，顺口就告诉了赵红兵。回到旅社，小北京已经喝醉了，而赵红兵又拿来一瓶白酒，他想把小北京彻底灌醉，自己单独行动。醉酒的小北京一直念叨着高欢，这更让赵红兵心烦意乱。等小北京睡着后，赵红兵回了家，从抽屉里翻出一把枪刺。他本来很少使用武器，但这一次他想要杀人了。出门之前，赵红兵仔细看了一眼赵部长，发现本是铁骨铮铮、壮年汉子形象的爸爸，其实早已经老了。在去往医院的路上，赵红兵走得很慢，他的心完全乱了，已经不知道自己究竟想的是高欢还是刘海柱，或许他想的也是自己。他本是一名光荣的退伍军人，却在无意间成了全市闻名的大混子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可不管如何，这一仗必须要打。李老棍子在给黄老邪陪床，悠闲地享受着小兄弟的按摩。这时有人敲门，本以为是刘海柱，可进来的却是赵红兵。我操！啊！我，你干嘛？你还敢来？